准备好你的耳朵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将走进一位千古冰雪宗师的传奇人生——孙武。他不是靠万军破敌，而是用寥寥5000言写下影响2000年的兵法奇书。他的《孙子兵法》不仅改变了春秋战国的战争模式，更成为后世战略家的必读宝典。你听过的兵者，诡道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正是他思想的结晶。但孙武不是纸上谈兵，他为吴国效力，亲自操练后宫宫女为兵，以军纪铁血震撼吴王。此后更协助吴王阖闾5战5捷，使吴国一跃成为霸主。他是真正把战争从混乱拉入秩序的人，也是让兵成为术的开创者。今天我们将翻开一部1000年兵法的扉页，走进这位用智慧定义战争的传奇人物。在那个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时代，周天子已经成了个名存实亡的符号，天下诸侯群雄并起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今天你吞我一块地，明天我灭你一个族。那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，也是思想与智慧迸发的年代。儒家讲仁义，道家求无为，法家倡严刑峻法，而在这血腥的乱世之中，却有一位奇人，他似乎超越了所有这些学派。他没有提出一个宏大的社会改造理论，他只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甚至影响了后世2000年的战争格局。他就是孙武，后人尊称的兵圣。孙武其人在史书中记载不多，前半生有显神秘，如同锋芒尚未出鞘的利刃。关于他的前半生，史书上记载的极少，就像一块神秘的璞玉，只露出了最锋利的一角。他出身于齐国，一个曾是春秋霸主的古老大国。他生逢乱世，亲眼目睹了太多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，亲眼看到了多少生灵涂炭。他不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宣传仁义，也不像老子那样隐居深山逍遥物外。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，那就是战争。他深入骨髓地研究战争，研究人性的弱点，研究天地的规律。他在寂寞的沉思中，在对无数次战例的推演中，一点一点地打磨着自己心中的兵法。他可能曾在齐国试图施展抱负，但那个时代的齐国政治斗争盘根错节，权臣专权。像孙武这样胸怀韬略却又清醒理智的人，或许根本得不到施展的机会，或者他根本就不屑于卷入那些无休止的内耗。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颇有些不可思议的路，他离开了故土，来到了吴国。吴国在当时中原诸侯普遍称之为蛮夷之地，文化落后，地处偏远。但恰恰是这块蛮夷之地，却有着一股蓬勃的生机和不羁的野性。吴国新上任的君主吴王阖闾，他是一个有着狼一般雄心和敏锐嗅觉的君王。他渴望强大，渴望洗刷吴国长期被中原瞧不起的耻辱。他重用贤才，其中就有一位重要的谋臣伍子胥。伍子胥那可是一个背负着血海深仇的男人，他的父兄都被楚王杀死，他逃亡到吴国，一心只为复仇。正是伍子胥向吴王阖闾举荐了孙武。伍子胥对阖闾说，此人有绝世兵法，可助大王称霸天下。阖闾一听，心头一震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。然而作为一代雄主，阖闾可不是那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，他要亲自验证孙武的本事。那一天，吴王阖闾坐在高高的殿堂之上，周围环绕着华美的丝绸和珍贵的器物。他看着眼前这位名叫孙武的男人。孙武看起来其貌不扬，甚至有些过于冷静，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像一块千年不化的玄冰。阖闾轻蔑地笑了笑，带着一丝玩味地对孙武说，先生的兵法我已拜读，字字珠玑，句句玄奥，
可这兵法在纸上是兵法，到了沙场之上，他真的能让将士们如臂使指，令行禁止吗？不如先生今日就给我演示一番，如何操练一支军队。孙武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深邃得像两口古井，让人看不出底。他平静地回答：大王想练什么兵？阖闾指了指身后的宫女，笑着说：就练我的这些宫女吧，足有180人，个个花枝招展，身材婀娜。先生若能把他们练成纪律严明的士兵，我便信你。阖闾的话音刚落，大殿内顿时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窃笑。在场的大臣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都在想，这吴王真是出了个刁钻的难题。这些宫女平日里只知歌舞嬉戏，绣花描眉，让他们上战场，还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士兵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而那些被选中的宫女们更是花容失色，她们娇滴滴地互相推搡着，低声娇嗔，以为这只是吴王的一场玩笑。然而孙武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，他眼神扫过那些窃笑的大臣，扫过那些娇羞的宫女，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世间最丑恶的战争，最血腥的杀戮。他知道战争是何等残酷，军纪是何等重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，却字字如铁：兵者，诡道也。然军纪，兵之本也。若军纪不严，何谈诡道？何谈胜负？他开始分配任务，将宫女们分为2队，分别由吴王最宠爱的2位妃子担任队长。他亲自为他们讲解口令，如何前进，如何后退，如何向左，如何向右。每一个口令都清清楚楚，不带一丝含糊。第一遍演练开始，孙武一声令下，左转。宫女们却像是没听见一样，依然叽叽喳喳地站着，有的互相推搡，有的甚至还掩嘴偷笑。那2位队长，吴王的宠妃们，更是娇滴滴地看着孙武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和不屑。阖闾坐在高台上，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他心想，这孙武也不过如此吗？他正准备开口，却见孙武眼神一凛，他再次清晰地重复了口令，声音比之前提高了几分：左转。然而宫女们仍然固态复萌，甚至笑得更欢了。他们觉得这就像一场闹剧。孙武的脸色终于变得如霜雪般冰冷，他走到队伍前，目光如刀锋般扫过每一个人，最终停在了2位队长身上。他提高了声音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方才口令不明，责任在我，但如今口令已经清晰，尔等却不听号令，这便是尔等之过。军中无戏言，军纪无小事，主将不明军纪，何以治军？说罢，他毫不犹豫地拿起军法，大步走向那2位花容月貌的队长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男人，竟然真的敢动真格。吴王阖闾在台上见状，心中一慌，那可是他最宠爱的妃子啊！他连忙派人去传话：将军，大王已经知将军善用兵了，何必如此？他以为孙武只是做做样子，然而孙武看都没看那传话之人，他的眼神坚定如铁，他高声喝道：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军法如山，违者斩。话音未落，他手中的军法已然落下，扑哧一声，鲜血飞溅，2位吴王最宠爱的妃子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他们的眼中还带着惊恐和难以置信。整个教场瞬间死寂一片，所有的宫女，所有的看客，甚至连吴王阖闾都像是被一道闪电击中，呆立当场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，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。那些原本嬉闹的宫女们，此刻脸色煞白，身体不住地颤抖。他们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男人，他不是在演戏，他也不是在开玩笑。
他是真的敢杀人，而且是杀吴王最宠爱的人。这就是军法，这就是纪律。孙武没有停歇，他再次下达命令，左转。这一次，所有的宫女整齐划一，没有一个人敢有丝毫的犹豫。他们就像训练多年的精兵一样，动作标准，步履整齐。再下令，向右转，向前进，向后退。每一次口令下达，宫女们都执行得完美无缺，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恐惧，再也没有了半分平日的娇媚和嬉笑。她们终于明白，在军法面前，无人可例外。无论你是王妃还是奴婢，一旦踏入军营，你就是一名士兵，你的生命只为了执行命令而存在。阖闾看到这一幕，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浑身颤抖，冷汗直流。他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，孙武的兵法绝非纸上谈兵。他看懂了孙武的决心，看懂了孙武对军纪的极端重视。他知道，这个男人，他有让一群散兵游勇变成一支钢铁之师的能力。他当即从高台上下来，亲自向孙武致歉：“先生之兵法，吾已尽之。先生真乃天下奇才也。我吴国有先生相助，何愁霸业不成？”从那一刻起，孙武在吴国地位空前，权柄在握。他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，也将吴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孙武的真正舞台是那无情的沙场，是那残酷的楚吴之战。当时的楚国是南方的超级大国，疆域辽阔，兵力雄厚，是春秋五霸之一，国力强盛，仿佛是一头沉睡的巨兽。而吴国虽然在阖闾的治理下日益强大，但在世人眼中，与楚国相比，依旧是小巫见大巫。更何况，楚国还有着深厚的底蕴，人才济济。吴国想要撼动这头巨兽，谈何容易？但孙武，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他深知，要打败强大的敌人，不能依靠蛮力，更不能依靠运气，而是要依靠智慧。他开始全面审视楚国的国情，分析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的方方面面。他看到了楚国的强大，但更看到了楚国的弱点。疆域虽广，但兵力分散，内部矛盾重重，政治腐败，贵族贪婪，士族懈怠。他深知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道理。他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，没有急于发动大规模进攻。这3年里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不断地骚扰楚国边境，不是为了攻城略地，而是为了劳其师，息其弊。他率领吴军5次深入楚国腹地，每次都是小股部队，快进快出，如同幽灵一般。第一次，他可能只是烧毁楚国的一处粮仓，然后迅速撤离。第2次，他可能只是袭击了楚国的一支巡逻队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每一次行动，吴军都采取不同的策略，让楚军无法摸清其规律。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袭扰？不，这背后是孙武精妙的心理战。每一次吴军的出现，都会让楚国上下陷入恐慌。楚国不得不调集大量兵力前往边境防御，但吴军总是来去如风，让楚军扑了个空。楚军士兵日夜训练，频繁调动，却始终找不到敌人决战。他们的精神被拖垮了，士气被磨平了，身体也疲惫不堪。而楚国的国力也在这无休止的全民备战中被不断消耗。更可怕的是，吴军的5次骚扰，让楚国君臣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。他们觉得吴国军队不过如此，每次都只是小打小闹，不敢和楚国正面硬碰硬。他们甚至认为吴军胆小怕事，不堪一击。当一个人自认为强大，而轻视了所有潜在的危险时，他离灭亡就不远了。终于，3年过去了，时机成熟了。公元前506年，
孙武认为楚国已经兵疲民怨，内部矛盾激化，国力虚弱，是时候发动致命一击了。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深入楚国腹地，跨越千里之遥，攻克楚国都城郢都。这在当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壮举。吴王阖闾虽然信任孙武，但面对这样的豪赌，也不免有些犹豫。然而孙武却坚定地告诉他，大王兵贵神速，攻其不备。楚国此时正是其最虚弱也是最麻痹的时候，此战若胜，楚国可灭。孙武并未选择正面突袭之路，而是选取险峻难行、楚军毫无防备的奇袭路线。孙武的兵法最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他选择了一条极其险峻的行军路线，从淮水逆流而上，穿越大别山脉。这条路线人迹罕至，山高林密，行军条件极其恶劣。但恰恰是这条路，楚国没有任何防备，因为在楚国人看来，吴国根本不可能从这里发动进攻。孙武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，打一个信息差，他要让楚国人永远猜不到他的下一步。吴军出发了，数万将士在孙武的率领下，如同潜伏在黑暗中的巨蟒，无声无息地向楚国的心脏爬去。他们白天隐蔽，夜间行军，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那是一场意志与体力的极限考验。山路崎岖，瘴气弥漫，饥饿和疲惫时刻折磨着每一个士兵，但没有人敢掉队，没有人敢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他们的主将孙武面前，任何的懈怠都可能意味着死亡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他们心中对孙武有着近乎盲目的信任，那是一种在血与火中铸就的信任，是一种对绝对智慧的臣服。楚国此刻还在沉浸在虚假的和平中，他们的斥候根本没有发现吴军的踪迹。当吴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楚国大军面前时，楚国的主将囊瓦，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像样的部署。楚军仓促应战，但吴军却早已养精蓄锐，锐气十足。决定命运的时刻在白举降临。白举之战是春秋战国史上最经典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。吴楚两军在茫茫野外相遇，楚军号称10万，吴军只有3万。表面上看，吴军处于绝对劣势，但孙武他看到了这劣势背后的机会。他没有选择直接硬碰硬，他再次使用了他最擅长的计谋，佯败诱敌。第一天，吴军摆出阵势，但仅仅是接触战，吴军便不战而退，做出溃败的样子。楚军士气大振，认为吴军果然不堪一击，穷追不舍。囊瓦更是骄傲自满，认为胜券在握。但孙武他就像一个精明的猎人，故意露出破绽，只为了引诱猎物进入他的陷阱。第二天，吴军再次佯败，继续撤退。楚军继续追击，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，部队也变得越来越分散。这正是孙武想要的结果。楚军的阵型已经被彻底打乱，他们的优势兵力反而变成了累赘。等到楚军主力进入孙武预设的伏击圈，当他们以为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，孙武发出了致命一击。他命令吴军主力突然从楚军两翼杀出，而那些之前溃败的部队也突然掉头反击。一瞬间，楚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，他们的阵型彻底混乱，士兵们开始恐慌，互相践踏。孙武的军队就像一群嗜血的猛兽，精准地撕裂着楚军的防线。楚军主将囊瓦在混乱中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，他惊慌失措，最终只能狼狈逃窜，连妻儿都顾不上了。此战楚军精锐尽丧，元气大伤。但这还没完，孙武的兵法从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。
他要的是彻底摧毁敌人的意志，瓦解敌人的抵抗。他命令吴军乘胜追击，一路猛攻，将楚国残余的抵抗力量彻底碾碎。吴军如同闪电般连续5次击败楚军，每一次都是酣畅淋漓的胜利。楚国的城池一座接一座的沦陷，他们的国土被吴军肆意蹂躏。终于，吴军兵临郢都城下。这座楚国的都城曾经是南方最繁华的城市，是楚国荣耀的象征。然而此刻，它却在吴军的铁蹄下瑟瑟发抖。楚昭王，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君王，此刻也只能带着寥寥几人狼狈逃出都城。当吴军攻入郢都的那一刻，楚国的千年基业几乎被彻底摧毁。伍子胥攻入郢都，鞭尸楚平王，为父兄报仇。那不仅仅是私仇的宣泄，更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极致羞辱和惩罚。这一战让吴国彻底崛起，成为春秋末年南方霸主。楚国虽然没有彻底灭亡，但其国力遭到毁灭性打击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。而孙武，他站在郢都的废墟上，看着这座曾经辉煌的都城此刻沦为焦土，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，也看到了自己兵法的威力。他的名字响彻天下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，当吴国达到巅峰之后，当孙武的功勋达到极致之时，他却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隐士一样，悄然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。史书中关于他晚年的记载同样语焉不详。有人说他功成身退，隐居山林；有人说他辅佐吴王阖闾，直至阖闾去世；也有人说他看到了吴国潜在的危机，所以选择急流勇退。但无论哪种说法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：他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，更没有卷入后来的政治斗争。你以为他是不恋权势？或许他已看透朝堂权争，选择急流勇退。他看到的是更宏大的图景，是更深远的未来。当吴王阖闾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夫差继位。夫差虽继承了父亲的雄心，却在治国与用人方面与阖闾相比有所差距。他急于向世人证明自己，他要彻底击败越国，要问鼎中原，成为真正的天下霸主。他修建豪华的宫殿，穷兵黩武，大肆征伐。他为了报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耻辱，亲率大军攻打越国，并俘虏了勾践。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，甚至为夫差肠粪，以示忠心。但孙武，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吴国盛极而衰的命运。他深知兵者，凶器也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。战争是为了止战，而不是为了穷兵黩武。当战争成为统治者炫耀武力的工具时，灭亡的种子也就埋下了。他看到了夫差的狂傲，看到了他对智慧的漠视。也许他曾试图劝谏，但夫差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。也许孙武早就看透了人性的弱点，看透了权力的腐蚀性。他深知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的道理。一个深谙战争之道的人，也必然深谙人性与权谋。他是一个纯粹的兵家，他的智慧只为战争的胜利服务。当他的使命完成，当他的理念无法被君主理解并采纳时，他选择离开是最好的结局。他没有像伍子胥那样被夫差赐死，最终抱憾而亡。他选择了最明智的退场方式，保全了自己，也保全了自己兵法的纯粹性。他不是一个政治家，而是一位真正的兵家巨擘。他把战争从玄学，从蛮勇，从迷信，彻底提升到了一门严谨的科学，一门系统的艺术。他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战争的本质，人性的弱点，以及天地万物的规律。
他的《孙子兵法》13篇6000多字，字字珠玑，言简意赅。他不仅仅是教你如何打仗，更是教你如何思考，如何决策，如何面对冲突，如何应对危机。他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讲究知己知彼，讲究兵者诡道也。他告诉你，最高明的胜利不是靠硬碰硬，而是靠智慧，靠计谋，靠对人心的把握。他告诉你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他告诉你，谋略的胜利胜过武力的胜利。孙武，他用亲身实践证明了自己兵法的威力。他助吴国崛起于江南，跻身列国强者之列。这背后是深邃的思考，是精准的判断，是超凡的执行力，更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，他更是一个哲学家，一个心理学家。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，所以他追求速战速决。他看到了战争的消耗，所以他追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。他走了，就像一阵风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但他的兵法却流传了下来，成为千古绝学。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，再到近现代的军事家，无数人都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汲取智慧。它不仅仅是兵书，它更是一本关于策略、关于生存、关于竞争的百科全书。它教会我们在任何冲突和博弈中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冷静的分析，精准的判断，以及对人心的洞察。它告诉我们，最高级的智慧是未雨绸缪，是运筹帷幄，是无形胜有形。他看到了人性的弱点，看到了战争的本质，看到了权力的残酷。他用一场场不可能的胜利告诉我们，智慧可以战胜一切。他用自己的隐退告诉我们，知进退方能保全。